安队，你吓死我了！怎么样？我们在等你回来，想测试一下这个磁悬浮装置。安队，关欣欣、长顺、胡四他们还在审讯室待着呢，还有关鸿渐，您看……不着急，再晾他们一会儿，开始吧。啊。你们从哪儿找到这个的？少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回来拿点东西啊。刚才我路过审讯室的时候，看见胡四、长顺和关欣欣都在里面呢，怎么回事？安队收到线人的消息，找到胡四的窝，我们就拔起萝卜带着泥，一锅烩全端了。有行动啊？为什么不叫我呀？哦，哎，当时你人都走了，而且当时情况紧急，安队就没让人通知你，也是想让你多休息会儿吧。哦，黄伟，这东西真能浮起来个成人啊？如果那个人穿着特制的磁力衣的话，悬浮效果是可以实现的。怪不得关建堂尸体上没有发现任何被绑的痕迹，难道他真的穿了磁力衣？那还是说不通啊。可惜我们在他家没有搜到磁力衣，应该是被销毁了。安队，朱元，分析结果出来了，你们从现场洗手池下水管道处提取的样本里的确含有少量炭灰，而且和案发现场的木炭成分一致。谢谢啊。案发现场的药瓶上也只有廖凤琴一个人的指纹，那他就是自杀的。那他买的意外保险怎么解释呢？是啊，王聪，关鸿渐那边怎么样了？还是跟之前一样，对所有的指控都矢口否认。从他家摄像头拷贝的监控视频里有什么发现吗？我和方月都看过好几遍了，暂时没什么发现。安队，都好几个小时了，你没把胡四他们给忘了吧？晾的差不多了，你跟我去吧。啊。
尚姐，听说安队那边不太顺利啊？你说有没有可能这红衣女人是关鸿渐假扮的？慈玄府沙发凳是关欣欣准备的，他们兄妹俩相互配合，把案子给做下了。那他们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？如果说杀关景堂是因为家暴，那杀张丽梅呢？是啊。哎，当初张丽梅受伤住院的时候，他们俩去看我过，看起来跟她的关系非常不错。你别忘了，前面还有个董小慧呢。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。除了等待慈玄府装置上的指纹对比，最好是找到更有力的证据。尚姐，对关欣欣住处的搜查令下来了，安队要我叫你一起去。我也去。头儿，你看，头儿，这2袋里装的应该是案发当晚消失那300万。哎，想不到这关欣欣还挺复古的。这个时代应该没什么人用这种老式随身听了吧？这并不复古，相反，它很廉价。真正的发烧友是不会收藏这种电子垃圾的。找磁带。这块不太对。有修补的痕迹。听录音看来，是关敬堂以为家里没人，就把董小慧带到家里偷情，结果被李淑华撞见。几个人在争执的过程中，关敬堂和董小慧误杀了李淑华，而张丽梅是帮凶。3个人合伙用行李箱把李淑华的尸体运到野外掩埋。有了这盘磁带，那关鸿渐和关欣欣的作案动机就很明显了。是啊，而且长顺说过，案发前不久，关敬堂和张丽梅吵过架，没多久关敬堂就给张丽梅取了钱。他果然是有把柄在手啊，这一下就都解释得通了。可是长顺的笔录里，他说他亲眼看到过关敬堂烧了一盘磁带的。这个磁带有明显被拼接过的痕迹。别忘了，当时还有第3个人在场，就是关欣欣。张丽梅不会轻易的把底牌交出，关敬堂销毁又被关欣欣拿回去的是复制版，原版还在张丽梅手里。安队，我这就去。等等，我再给你提个醒，张丽梅的娘家还有一套房子。绝对不可能！你们在骗我！他这个反应一定是装出来的。说说吧，说什么？你的杀人过程。我都说了不是我，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怎么了？啊，对，找到了，在张丽梅家的那个老房子，果然有很多磁带，其中一盘明显刚被人动过，跟关欣欣画室找到的那盘磁带内容一样。辛苦了，回来吃宵夜。我再给你点时间。在这3起案子中，几个受害人之间的联系都很清晰了。既然磁带是在关欣欣画室找到的，那就说明他很早就听过了。为了报仇，他有这个作案动机。那关鸿渐不也是一样？他的作案动机也很明显。之前他在看磁带的时候，我就说他这个反应肯定是假的。他早就知道当时的真相了。还有，关欣欣的电脑里存放着医院张丽梅病房门口的监控视频。从监控视频内容看，张丽梅住院后不久，他就开始了监视。那这样很多事情就解释得清楚了。关欣欣为什么要监视张丽梅？为什么要拿走关敬堂现场死亡的重要证据？一切都是为了关鸿渐。对，他们兄妹俩是联合起来做的案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关鸿渐为什么要假扮女人多此一举呢？而且那套衣服真的很特别，
像是80、90年代的款式。虽然感觉很特别，总感觉在哪儿见过。不会电视剧看多了吧？那世界电视剧挺多的。哎，安队，吃这么快干嘛？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。没什么新鲜的，不想说了。牙签呢？啊，前2天就用完了。那行吧，我回办公室了。安队，你拿回来一起用一下。赶紧吃啊，晚上还得加班呢。好。哇，你们在哪儿？我的东西没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拿。安队，你这也太抠门了，都快赶上我妈了。现在还回来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有的时候啊，你以为是你的东西，其实根本就不是。好，稍等，安队，干嘛？观鸿县酒店前台有消息了。你好，我是安平。安队你好，我们根据您的要求，再次走访了4名观鸿县酒店的前员工，其中3人声称案发当晚23点前后，在观鸿县的办公室见到了他，前台娜娜还亲自帮他把外卖。您的外卖我给你放这儿了。说是那会儿观鸿县正在里面修胡子呢。确定吗？反复确认过了，娜娜发誓说她没有看错，她表示愿意作证。谢谢。没事。不可能啊，对不上啊！观鸿县怎么可能有不在场证明呢？他肯定说谎，带他去测谎。头儿，磁悬浮装置的指纹结果出来了，从外部提取的几枚指纹经过比对，分别属于关欣欣、吴四和杨明。他们几个人都接触过磁悬浮，那内部呢？装置的内部非常干净，但是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小部件，组装它的难度很高。推测当初安装它的人摘掉了手套，所以留下了唯一1枚指纹。哎，别卖关子，快告诉我们是不是观鸿县的？是廖凤琴的。不可能啊！是不是观鸿县把廖凤琴的指纹弄上去的？安队，你电脑里是不会更糟糕了。你们看，关鸿建家的监控视频，之前我们看过很多遍了，没有什么发现啊。你们看这儿，猫盆是金属做的，会反光，反光的地方肉眼看不清楚，所以我做了技术处理。廖凤琴一定是弄到了关鸿进家的钥匙，摸清了他家的布局，在监控的盲区把猫吸引过来，然后把猫扔向监控的方向，造成是猫将监控碰倒的假象。但他没想到的是，猫盆的反光拍到了这一切。真的会是他吗？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手上所有的证据，都指向廖凤琴是几起谋杀案的凶手。他因为得了癌症，又由于与关鸿渐的矛盾，所以嫁祸关鸿渐。再加上他给自己买的保险，想制造意外，给杨明留下一笔钱。那其他人呢？他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啊？关敬堂不打算给他1分钱，可是却没少给董小慧和张丽梅，他为自己感到不值。情杀，这女人太可怕了。
如果关鸿渐真的是无辜的话，那关欣欣和长顺这2个人的嫌疑呢？眼熟吗？要不要说点什么？我的故事，你愿意听吗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妈就失踪了。我爸跟我们说，她是跟别的男人跑了，不要我们了。我和我哥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螃蟹，每次我们俩一过生日，我妈就会给我们煮满满一大锅的肉蟹煲。她还说，只要我们俩爱吃，她就给我们做一辈子螃蟹，每一次生日都不会错过。我妈失踪那天，刚好是我哥的生日。他提前准备了很多的螃蟹，他怎么可能会突然间不要我们？所以我不相信，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。过了几年，我爸为了娶廖凤琴，向法院提出申请，宣告我妈死亡。这更加坚定了我要离开这个家的决心。我还是更想知道关于他的事情。你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？我在听到里面的内容之后，先是又气又恨，然后突然背后一凉。我想到做这一切的可能是我哥，会不会是他早就知道了真相？你后来当面跟他确认过吗？问过，他否认了，而且他有很充分的不在场证明。如果不是我哥，那会是谁杀的他们？根据这盘磁带的内容，那个时候参与杀害我妈的人已经死了2个，下一个应该就是张丽梅了。我想知道，到底是谁杀的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于是我在张丽梅的病房外装了摄像头。至于为什么要把磁带藏起来，主要是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，尤其是我哥，我担心他会受不了。那沙发凳呢？沙发凳是怎么回事？也是在录音带之后，我私下里去调查。有一次我回到那里，发现那个凳子比之前沉了很多，我就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。我偷偷跑回去，把它换了出来。我把旧的沙发凳放在车上，我想带回去，去弄清楚这个沙发凳到底有什么玄机。结果，关大小姐，杨明把我的车和沙发凳一起都抢走了，而且他还拿这个要挟我，让我给他赎金，这更加加深了我的怀疑。于是我假装跟他做交易，也是想搞清楚这个沙发凳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后面的事情，你们就都知道了。这个上面有你的指纹，所以你也是听过的。但你还是选择陪在关欣欣身边，为什么？我是想找到证据，证明他跟我妈的死有没有关系。或许你更想证明的是，他与你母亲的死没有关系吧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母亲的死与关欣欣没有关系。有动机，有视频，有指纹，没有不在场证明。根据廖凤琴行为轨迹的时间线，我试着梳理推测一下。不久之前，廖凤琴无意间撞破了董小慧和关敬堂的私会。经过调查，发现了关敬堂更多的秘密。他一时无法接受，反正自己时日无多，于是起了杀心，开启了庞大的复仇计划。4月23日晚，廖凤琴身穿红裙，带着准备好了作案工具，尾随董小慧到一隐秘胡同，将其杀害。
随后在广告牌后画上红花图案。5月18日晚，张丽梅和杨明先后离开。廖凤琴于23点左右从研讨会安排的招待所离开，潜回老宅。杀死关敬堂之后，利用事先藏在沙发凳里面的磁悬浮装置制造灵异事件，为后续谋杀张丽梅做准备。5月20日凌晨，廖凤琴远程操控张丽梅病房空调调低温度。低温促使张丽梅苏醒。同时，事先涂在墙上的变色涂料显现红花图案。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红花图案到底和张丽梅有什么关系。但是张丽梅一定对这个图案有着极大的兴趣，所以看到红花图案之后，张丽梅心脏病发作，导致死亡。红剑，你回来一趟吧。最后是5月25日，廖凤琴烧炭自杀。他事先以商量遗产分割为借口，让关鸿渐过去。关鸿渐离开之后，他又把换了安眠药的药瓶放在床头，制造疑点，误导警方，嫁祸关鸿渐。安顿，证据链充分，你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吗？按理说，该有一份凶手的认罪供词。对啊，但是廖凤琴她已经死了呀。是啊，他死了，都死了。可
可他有什么理由要在案发现场留下一个红花图案呢？安队，这些人都放走了，就剩下个杨明，怎么办？杨明又闹了，就没消停过。自从他弄明白了关敬堂和张丽梅的死跟他没有直接关系以后，这腰板就硬起来了。这天天嚷嚷着说要找律师告我们呢。廖凤琴的事儿跟他说了吗？妈。这是我这些年卖画攒的一些钱，不多，你先拿去周转。我不要你的钱。收下。还有那300万，等案子结了你也都拿去。不行，家里所有财产都有你一半。哥，听我的。这个世界上，我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，你一定得撑住。不能倒下。以前是我不好，也不配做你哥。也不是，是我以前不懂你，我现在明白了。你有你的苦衷，你这么做也是为了守住妈妈的这个家。是我太自私了，我说走就走，我留下来你一个人独自面对的。这些年，你一定过得很委屈，你一定比我还煎熬。哥，磁带的事儿我没有告诉你，我是怕你太冲动做傻事。都过去了，害过妈的人都得到了报应。那哥，休息吧，哥。进来。刘经理找我啊？这是安平从局里调出来的监控视频，你看看。这是什么行为？你能解释一下吗？我承认，我拿走的这袋东西确实是安队的。那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您问问安队，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2只烧鸡。前2天你不是说想吃烧鸡吗？我专程给你买来了。哎，可是你连招呼都不给我打，直接拿走，这么干不合适吧？你好歹给我留一只吧。不就2只烧鸡吗？我这就去给你拿回来。我可一口都没吃啊！原封不动还给你，小气鬼！刘局没事，我先走了。还真是烧鸡呀！怎么样，没少吧？要比对指纹吗？嘿嘿嘿，他不也挺爽快的吗？不对劲。方月，哎，安队呢？一个人在会议室，不知道想什么心事呢。这次真的跟往常不一样，
这案子都快结了，还没走出来呢。哎，是啊，忙了这么久，总算可以喘口气了。我们是不是照老规矩该出去吃顿好的庆祝一下？还有陈虎的案子没结呢。哎，这是个单独的案子，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陈虎跟这几个案子有关联。陈虎的案子我一直在跟，从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，他是万兴殡仪馆的一家小领导，行业内名声很差，跟不少人都有过节。推测他的死八成跟这些事有关。我已经跟万兴警方那边建立了联系。安顿，结案报告快整理好了，还差几份笔录，你要不要先看一下？不需要，你直接交给刘局吧。大家想明天晚上吃顿好的庆祝一下，我来安排吧。也不需要，我来安排。王松，陪我去审一下胡四。早上刘局已经把胡四转走了。啊？哎，我好奇问一下，如果晚上由你安排，你会请大家吃什么呀？你想吃什么呀？欣姐，这次是真的要走啊？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挺好的。顺子，来，刚画的，送给你。画的什么？没什么，留个纪念。欣姐，我能抱你一下吗？行了，走吧。这家店你们经常来吗？那得看我们破的案子多不多了。自打我跟着安队呢，我们只要一破了案，咱们就会来这儿一起搓一顿。哎，安队，你什么时候知道这家店的？从我干刑警那年吧。那时间可不短了。哟，今天又过来了。今天来了位新面孔啊。我新来的同事。哦，来，你们的肉串，还有2盘凉菜，来送的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不客气啊，老顾客了。啊，快吃快吃。哎，美女，我们这家店啊，在附近可算是老字号了。我从我爸那接过手啊，30多年了。哦，那么久啊？可不是嘛。哎，你看，李东东，看，05年的时候啊，都还没那么火呢，还只是个驻唱歌手，在附近的小酒吧呀，演完出过后就穿着红红绿绿来我们店里吃东西了。
还好当时我有眼光，把他抓了过来，合了张影。你看现在人家多火呀！老板，那哪是红红绿绿，明明是黄黄绿绿的嘛！哎，不是的，我记得他当时穿的外套就是红色的，只是这张照片啊，时间久了，褪色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继续上菜吧啊！谢谢。你们有说的说吧。就是红色的，只是这张照片啊，时间久了，褪色了。他没死。谁没死啊？不是黄色的，本来就是一条红色的裙子，是因为年代太久远了，一样的颜色，一样的款式。关鸿渐和关欣欣的母亲李淑华这些年一直处于失踪状态，是生是死没有人知道。会不会案发现场的红衣女人就是她？啊，对，你们看这个，当地民警几个小时之前传过来的。他这是要跳河呀？时间是案发第2天凌晨的4点多，那这么一来，他就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了。案发当天，你去外地参加了个教育研讨会，期间你有离开过吗？离开过，睡不着觉，就去河边散了散气。那廖凤琴之所以一直隐瞒这件事，很可能是因为他早就为癌症晚期动过自杀的念头，但他为什么最初不和我们交代呢？可能有别的原因吧。两条线索结合起来看，如果那个红衣女子真的是李淑华的话，那关欣欣的做法就解释得通了。她是为了包庇自己的母亲，在磁悬浮装置上廖凤琴的指纹，很可能也是关大兄妹想办法印上去的。爸，还没睡呢。你好，我是找王队报道的，请问王队长在哪儿？等着吧。是。王队，局长电话。局长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他们报的是离家出走，但我觉得这件事儿没这么简单。是，我现在是没有证据，这不正查着呢吗？现在没有证据，那不代表我会一直找不着证据。王队，冰的，离我远点儿。没看到大家都躲着我，他们说我这不正常，小心传染你。没事儿，从小到大，很多人也这么说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安平。王队，一起失踪案，您为什么一直揪着不放？
看到那对兄妹了没有？这是他们第5天来这儿了，一直问我找到他们妈妈没有。那他们爸爸呢？他们爸爸说，他老婆跟别的男人跑了，但我不信。2位小朋友，现在已经这么晚了，你们回去吧。你们反映的情况，我们这边都已经知道了。你有孩子吗？我还没结婚呢。我有个女儿，跟他们一样乖巧。我就是要看看5分钟之内雨水能不能把掩埋的土冲刷掉，人能不能钻出来。你捣什么乱？我害怕你出事儿。走，不用你了。哦，不用你了，走，快走。你过来，跟我再演一遍，摆我。简直是胡闹！有你这么办案的吗？你告诉我，出了事谁来负责？师傅，不要再跟着我了，我都被停职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你师傅了。师傅，你还年轻，不要想我。去吧，我办公桌上留了样东西，留给你的。这个玻璃罐子，我刚进警队的时候就有了，跟了我很多年。罐子里每一个石子都代表我破掉的一个案子，都是从案发现场捡回来的。原来对那些地方产生记忆点。本想着做一辈子刑警，收集一辈子石子，没想到，留给你吧，看看你小子能耐。别忘了我教你的东西，但也别走我的老路。给我好好干！
你们从20年前李淑华失踪案的卷宗开始给我查，找出疑点，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同时对关欣欣和关鸿渐进行监控。啊，对，关欣欣已经失联了。尚杰，你看着办，人都在这儿了，后期的侦查工作由你来把控和负责。那你呢？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。是要提审胡四吗？2个问题必须回答我。第一，案件进展到现在关键时期，为什么要提审胡四？第二，为什么要背着我？一，因为胡四跟案子有重要关联。至于第2个问题，你心里应该清楚。是不是跟这个有关？来。箱子里的人是我父亲，也是我师傅。你好像不意外。虽然你随了母姓，但我一早就知道你的身世。所以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局里的档案，你没看过吗？师傅的死是个意外。意外？什么都不说的意外吗？为什么那么含糊呢？你们到底在隐瞒什么？烧鸡好吃吗？月饼盒里的东西，你拷贝了一份吧？我知道你在找什么，一直都知道。所以你现在找胡四，到底是为了查案子，还是要掩盖我父亲当年死亡的真相？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，但我保证，等这个案子结了，我一定会给你想要的答案。现在我把队伍交给你了，第一次带队，知道要做什么吗？专注、放松，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想想你的父亲。现在重要的事情，想要拿下这个案子，你必须相信我，就好像我相信你一样。你好，这个人见过吗？你见过吗？没有。有吗？在附近的街道。好像在哪里见过，这么多年了，我都想不起来了。这个人在附近见过吗？我没有印象，你见过吗？没有。这个人没见过。您再好好想想。没有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怎么样？我没事，你快去追，去追啊！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这怎么了？我和方月在关建堂家发现了一名穿红衣服的女人，有可能是李淑华，她还把方月给打伤了。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让他给跑了。他这个时间在关敬堂家干什么呀？在做螃蟹啊！我记得关欣欣说过，李淑华每年在他们过生日的时候，都会做他们喜欢吃的蟹肉包。今天就是关鸿渐的生日。王松、方月，你们在附近继续排查。黄伟，跟我去找一趟关鸿渐。好。没事吧？没事。看看，
你早就盯上我了吧？知道我一开始是怎么找到你的吗？墓碑。关总，关总，去哪儿了呢？关总明明刚还在这儿呢，怎么突然就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应该是欠电费了，反正现在酒店也没什么人了。没人？那是什么？哎，等等！往后见！别动！是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一定会说是廖凤琴干的吧？对，就是廖凤琴。他嫁祸给我的时候早就计划好了。我就是发现那些东西以后特别害怕，我担心你们又在怀疑我、误会我，所以我想赶紧处理掉那些东西。你们不会又在怀疑我吧？我都已经解释过了，我是有不在场证明的。不再有了。没想到我小心一藏，还是被你们识破了。没错，都是我们做的。有什么可奇怪的吗？我和我妈一起做的。事情还要从20年前说起。20年前，华姐失踪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你喜欢她？那时候我还是毛头小伙子，没什么本事。我想靠我自己找华姐，这事儿基本没什么可能。后来我听说有一个警察因为调查华姐的事儿被停职了，我就找到他。想尽一切办法，软磨硬泡的求着他继续调查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鱼都惊了。王队，你想想好，救人救到底。我跟你说过很多遍，我不是警察了，更不是什么王队。干什么？快起来！你答应我，我就起来。
你起来。王队，你看看那是谁？是关敬堂。那他真的跟华姐失踪有关？这么说，您一直都还在调查？你信我的话，我可以带着你。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追查我妈的下落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在古玩市场发现了我妈用过的镯子，我用钱开路，刨根问底，终于在上个月的20号，一个小山村里找到了我妈。她在村子里，20年她一直都在吗？那她作为一个母亲，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回来找过你们呢？她不是不想，而是不敢。为什么？那里是人间地狱。这些都是我妈后来跟我说的。从我妈认识我爸那天开始，就注定了这辈子的悲惨命运。我爸以前在我姥爷的厂子里打工，靠自己努力当上了技术员。他不甘心在车间当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，可能觉得在车间永无出头之日吧。他知道我妈是厂长女儿后，就动上了心思开始追求我妈。没多久，他就当上了厂长的上门女婿。又过了几年，他当上了车间主任。我妈接连生下我和欣欣，然后辞掉了工作，在家专心带孩子。那栋老房子就是我姥爷当年让给我爸妈的。后来我姥姥姥爷相继离世，他顺利接下了厂子，当上了老总，就开始越来越嫌弃我妈了。虽然在外人眼里，他还是会营造好丈夫、好父亲的形象，可是他一回到家，面对我妈的时候，一言不合就动手打我妈，还有我。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呀？也许是长期的心理压抑造成了变态扭曲，让他把家人当成了负面情绪的宣泄工具。更过分的是，我爸开始变本加厉的在外面勾三搭四的，甚至都把人带回到家里来了。你们录音里的那天是我的生日，我妈借口带我俩出去旅游，给张丽梅放了假。我爸以为家里没人，就把董小慧带到了家里。其实那天我妈只是把我俩带到亲戚家，就回去了。各位评委老师好，我叫张丽梅，是一个小保姆。我这次准备的歌曲是《甜蜜蜜》，希望各位评委老师喜欢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……放心吧，我家没人，保姆都不在家。来吧，亲爱的。今天就你跟我，来吧。哎呀！哎！哎呀，你好坏呀！都说了没人了啊！哎呀，不要这样！好你个关敬堂！哎，淑华，你竟然把人给我带家里来了！不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解释什么呀？啊！
你下去给我帮妈解释。淑华，你冷静，你冷静，冷静，非得杀了你不可！姐，淑华，你给我闭嘴！淑华，妹妹，婊子，我非得杀了你！妹妹，你冷静点，给我解释，不要脸！怎么回事？放开我！我杀了你！哎呀，听我说，淑华。我杀人了！我杀人了！花姐，花姐，花姐，我杀人了！花姐，花姐，回去，把行李箱拿来。快去拿行李箱！快呀！不是我杀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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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我杀的。后来他们把我妈拉到荒山野外埋尸。等一下。快点儿！快呀！快呀！王队，快上车！这什么情况啊？你说这大半夜的，
还下着雨，他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这儿啊？案发第2天，这条路段上有个小卖部，老板说有个开面包车的人，他隐约看到车上有个女人。是华姐，她一定是自己从箱子里挣脱出来，捡回了一条命，然后在这附近上了车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应该获救回家了。那个人没打算救他。难道是贩子吗？我妈搭上了一辆汽车，司机看起来像是个好心人，给她简单包扎了伤口，止住了血。她还以为自己得救了，就迷迷糊糊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周围越来越偏僻。司机把车开上了一条土路，说是抄近道。他开始觉得不对劲。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这个时候，他应该已经意识到有问题了。他一定很想下车，但对方肯定不会让他下车。他越想越急，越想越怕，所以……滚蛋！他不知道该去哪里，他就知道千万不能被后面的坏人抓到。站住！去哪里？这里。这里，自己滑倒了，然后被坏人追上。可惜他的力气不够大，他一定喊过救命！救命啊！别动！可是没有用的，别动！这里没有人能够回他。他继续挣扎，坏人气急败坏，下，就把他给打晕了。接下来会去哪儿呢？我妈就在这样昏迷的状态下被那个人拉到了偏远山区。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在一个破山洞里。
应该是这里了。你走吧。哎，你自己在这儿啊？这里是人贩子的中转站。没事，我留下来陪你。你留下来只会影响我思考。快走。行。几天后，人贩子出现，把我妈从山洞里带走，卖到了附近山村一个老光棍家里。他尝试过好几次逃跑，可每次都会被抓回来，然后被暴打一顿。老光棍为了防止我妈逃跑，就用铁链子拴住我妈，把她囚禁起来。王队长，我给你买了点早餐，怎么样？有线索了吗？王队长，王队，王队，王队长，你别吓我。不。那2个字，山洞的地上确实写着“萧家”2个字。我后来查了查地图，在那个山的东面啊，确实有一个村儿叫萧家村。虽然我不知道王队长是怎么死的，但是一定是在死之前找到了线索。我离开之后，我就引了个放羊的上山，他报的警。你去了萧家村？对，我去打听了一下。当地的村民告诉我，说村里有一个人叫萧三儿。半年前不知道他从哪儿弄回来的媳妇儿，而且村民口中那个女人的形象、身材、样貌都跟华姐很相似。当天晚上我就找到了萧三儿，打了她一顿。后来他告诉我，那个女的已经死了，被他埋在他们家的牛棚里。我就去牛棚。把这女尸挖出来，已经面目全非了，根本看不清脸。但是我能从衣服和身形上判断，那肯定是华姐。我当时没控制住情绪，就用柴刀把萧三儿砍死了。杀人之后，我很害怕。我当时想带着华姐的尸体一起走，但是那天晚上动静太大了，有邻居报了警，而且还下着很大的雨，所以我就自己跑了。接着说。接着我就跑路了，东躲西藏的躲了几年。后来我觉得这风声应该过去了，就偷偷回来了，还给华姐立了个衣冠冢，每年都会去看看。这些 DV 带你为什么不销毁？这些也都是王队长的心血啊，虽然晚了一步，但是也确实帮我报了仇啊。我胡四儿虽然没什么文化，但是我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。王队长留下的东西，我也不能丢啊。你不相信我？我相信。当年这起案件我有参与。当时一场大雨，萧三命案现场所有的有用的线索都被雨水冲刷干净，后来成为一桩悬案。没想到是你做的。你是怎么怀疑到我头上的？王冕是我的师傅，在他的笔记上
零散记录着一些当年调查这个案子的线索，其中提到有个人 H， 一直跟着他一起调查李淑华的下落，并且随行拿着 DV 记录。萧三命案现场和我师父去世的那个山洞隔着不远，我赶过去，看到被你挖出的尸体以及萧三的死状，我就推测出一定是跟着我师父的那个人干的。后来我根据李淑华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，却始终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人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到我师父的墓地祭拜他，看见后面有个墓碑，上面只写着“李淑华之墓”这5个字，于是我就产生了好奇。是啊，在你们警方看来，华姐一直都是失踪的状态，谁能那么肯定她就死了呢？除非杀了萧三，为李淑华报仇的人，也就是你。华姐对我有恩，救命之恩。我15岁来到这个城市，我是流浪过来的。有一天，我在路边哮喘病发了，没有人管我，只有华姐管我。后来她还接济过我很多次，甚至还出钱资助我去读书。只是我那个时候不太争气，没什么脸见她，所以你们不可能查到我。时隔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突然翻出这些 DV 带？关敬堂死了，他的那个秘书董小慧也死了。他们俩的关系我是知道一些的，当年就有传闻说是他们2人合谋害了华姐。华姐的女儿欣欣，她也这么说。所以你怀疑是关欣欣为了报仇杀了他们？欣欣啊，她一直认为华姐是失踪了嘛，所以自己也在不停地找，还带着她哥哥关鸿渐来到警局里哭诉。当时也找过我是想让她好好的生活，所以极力的阻止她去寻找华姐。她当时应该是很记恨我是害怕她杀人杀红了眼，连我也不放过。你知道，这一个人要是失去理智了，还是挺可怕的。所以我就想翻出这些 DV 来让他看看。我当年为华姐的事儿努力过，而且我确实已经为华姐报过仇了。当年这件事瞒了这么久，为什么现在愿意全招了？这些 DV 带你们已经找到了，早晚会查到我的头上。我这个人又禁不住审，还不如主动交代，争取个宽大处理呗。最后2个问题，你撒谎。董小慧的死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新闻？不，是一份打印的网络新闻上面。网络新闻是我打印的，只不过我把它打印成报纸的样子，我放到你的桌上。你通过我给的网络新闻得知了董小慧的死，后来你还跑到案发现场去查看，甚至花高价拷贝走了所有的监控视频。我的人一直在跟着你。你一定是看到视频里的红衣女子，突然意识到会不会李淑华没有死？你从牛棚里挖出来的那具女尸会不会不是她？你是为了求证才翻出这些 DV 带，你想寻找新的线索。至于你现在为什么把当年的事情全部交代，你是想混淆视听，想让我们认为李淑华真的死了，你想保护她。你想多了。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你不太确定的事情。当年你从萧三家挖出来的那具女尸的确不是李淑华，虽然从年龄、体型、发型，甚至衣服都很像，并且时间点也对得上。我们通过 DNA 的比对，是另外一个人。
绝对不可能。你当时没有察觉到很正常，因为你太在意李淑华了。那华姐现在真的还活着？这个结果对于你来说是惊还是喜？可是当时王队长留下的线索上明确的写着肖家村，难道王队长判断错了？就这样，我妈被囚禁了20年，直到我找过去。你能想象吗？她一个从小养尊处优的富家大小姐，是怎么样在那样一个猪窝都不如的地方活下去的吗？她受的苦，我想都不敢想。那关欣欣知道这些吗？我原来想告诉她的，但我妈不让说。她放不下被我爸他们活埋的事情，一心想要报仇。我当然要帮她，所以我更不能让欣欣知道了。肖家林，肖家林村。伤害过我妈的人都得死，而且必须死在我和我妈的手里才解恨。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制定了周密的计划。董小慧是第一个，她单身独居，最容易下手。我跟踪了她很久，摸清了她的习惯，然后就和我妈合力用剪刀把她杀死了。
关敬堂是第2个。我们选定了一个特别合适的日子。这一天晚上，张丽梅和杨明都会来，廖凤琴正好也不在。杨明那小子竟然把关敬堂给打晕了，倒是给我们省了不少的事。 我和我妈合力把关敬堂掐死，把他的尸体放在我自制的升降架上。升到最高处时，倾斜架子，尸体自然会滑落，砸到茶几上。 启动早就准备好的悬浮装置，制造诡异的现场，让人以为关敬堂是死于灵异事件，转移公众视线。张丽梅在我家做保姆的时候，我妈待她如同姐妹。可她怎么回报我妈的？她对我和欣欣越好，越说明她心里有鬼。她烧香拜佛，就是为了掩饰她背叛我妈之后的愧疚。每逢初一、15，都会给我妈烧纸送钱，家里囤积了大量的冥币，人也越来越迷信。但这改变不了她参与杀害我妈的事实。我要让她一辈子都活在惊恐和愧疚之中，生不如死。 我们知道张丽梅有心脏病，所以一开始就画了那个图案。那是他们3个人合伙害我妈那天，我妈身穿红色裙子上的彼岸花图案。我故意找吕兰英要钱，是为了让杨明知道钱在张丽梅那里。谁知道张丽梅为了引人耳目，把钱藏了起来，换成了冥币。杨明性格张扬，容易冲动，于是做局让杨明打伤了张丽梅，顺利的让他住进我事先准备好的病房。 因为我早就以廖凤琴的名义收买了他们那里的护士长，那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。虽然看不到，但我完全能想象出来，张丽梅死之前是什么样的惨状。如果按照你的计划，一切到这里都已经结束了，那廖凤琴去嫁祸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所谓百密一疏，我在销毁一些作案工具的时候，发现我的车钥匙掉了。回想起来，应该是那晚掉的，估计是被我爸看到了。这对我和我妈来说是一个定时炸弹，怀疑到我是迟早的事情，所以我就想到，利用剩下的部分罪证，嫁祸给廖凤琴，做成她嫁祸于我的样子。 这样就摆脱了那把车钥匙的危机。他为什么会配合你？廖凤琴买了一份保险，她被查出癌症晚期。我在有了计划之后，我要详细了解计划中的每一个人。我跟踪过廖凤琴，发现她有过要跳河自杀的想法，但最终都没有下定决心。我找到她，跟她说做笔交易。 把他的死做成意外，这样就能给杨明留下一笔保险金了。
对，但是以警察的办案手段，他的死肯定会被识破。我跟他说，我会给杨明一大笔钱，作为杨明和他老婆孩子的后续生活保障。但是要按照我说的做，去我家把那些证物藏在那里，并且制造出被监控拍到的假象。在他准备自杀的那一晚，我去他住的地方，我故意选了一条有人直播的路，给那个人无意间拍到我的行踪。我知道你们肯定会查到的，这样我就有了要杀廖凤琴的假象，最后让他自己烧炭，留下自杀的证据。等你们查明了真相，我就摆脱了罪名，也就摆脱了那把车钥匙的危机。你的酒店都快倒闭了，哪里来的钱买通廖凤琴啊？我的酒店经营非常好，我只是假装资金断裂，帮我把钱秘密给转出来，让我妈没有痕迹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。没想到你们不仅发现了我，还发现了我妈活着。怎么了？他回答滴水不漏，好像没什么问题啊。这可能就是问题。如果事情真是按照他说的那样，为什么几个案发现场目击者看到的只有红衣女人，而没有她的存在？也许是巧合呢。我说别猜了，直接把李淑华抓回来，一审就知道了。李淑华现在在哪儿？我不告诉你，你这样态度会吓着她的。我妈已经受了20年的苦，我不能再让她担惊受怕了。除非让我带你们去。欢迎欢迎啊！哎，啊，你好，请。王爷，哎，啊，谢谢。2瓶水多少钱？警察同志，这个就是老张头的家。大概是20年前，老张头不知道从哪儿领了个女人回来，还说人家有精神问题，整天都关在屋子里面，不让人出来。对，就是他。家里没人，3个月前都死了。谁死了？老两口子都死了。都说是老张头的媳妇跑了，老张头去追到村东头老虎崖的时候，2个人一块摔了下去，还是老张头的一个远房侄子来收的尸。喂，
我找到李淑华的下落了。不过，他已经死了。什么？死了？谁要抓我儿子，我跟你拼了！王红线。